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咪咪的无麸质米烘焙。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京都的热卖车库蛋糕，2小时就卖完，它的配方居然是米粉做的耶。今天我就要来复刻这款京都的热销戚风蛋糕。今天我想要做一个抹茶口味的戚风蛋糕，那首先我们需要先准备第一样材料，牛奶45ml。那这个牛奶呢，需要先加热，然后再加入抹茶粉混合。抹茶粉我这边准备6公克，那我们先把抹茶粉过筛。记得牛奶一定要加热，如果是冰的牛奶的话，抹茶粉会容易结块。然后我们把抹茶粉混合到这牛奶里面。那抹茶粉都混匀之后，先放到旁边备用。因为戚风蛋糕它需要做的比较快一点，不然泡泡会容易消掉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去预热烤箱。今天要以180度的烤温，需要使用到3颗蛋，先把蛋白跟蛋黄分离。那现在我把蛋白跟蛋黄各3颗分离了，蛋白的部分需要保持冰凉，所以我们先放到冰箱冷藏备用。接下来准备砂糖，今天总共需要用到45公克的砂糖，那其中30公克加在等一下的蛋白打发。现在我们加其中的15公克，先把蛋黄给打散，再把砂糖一次加进来，要把砂糖搅打到没有颗粒感。接着加入植物油37公克，继续的混合均匀。等到像这样看起来已经混合为一体的时候，再加入刚刚调好的抹茶液。刚加进来的时候会有这种分离的现象，那继续把它搅打均匀。边搅打的时候可以顺便检查刚刚的抹茶粉有没有在沉淀结块。等到像这样子混匀之后，我们把今天需要的白米粉55公克加进来，然后继续搅打均匀。搅打均匀之后，面糊会呈现有光泽的状态，那可以这样子很顺意的流畅下来。我们把搅打好的蛋黄糊先放到一旁备用。为了帮助蛋白稳定，不要消泡，等一下我会加1小匙的白醋。那也可以用柠檬汁来代替，但是就是不要加乌醋那种连上味道都很重的醋。从冰箱里取出蛋白，然后加1小匙1/4茶匙的醋，记得不要加太多。接着以中高速打发，打到这样子有大泡泡的时候，再把刚刚留下来的30公克白砂糖一口气加进来，接着继续高速打发。等到这样子上面有很明显的纹路出来的时候，可以先把打蛋器的头沾蛋白拉起来看看。我们需要它在底部是直立，那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点歪歪，我们再打一下。然后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尖角底部要像这样子直立的，我们可以把蛋白糊先加1/3到刚刚的蛋黄面糊里面，然后用切半的手法把2者混匀。那混匀之后，我们把它倒回蛋白盆里面，继续的把它混匀。混匀之后，我们把它倒到戚风蛋糕模里，然后接着我们以180度烤10分钟，再用170度烤10分钟。蛋糕出炉了，现在来搓搓看蛋糕熟了没有。那这样子没有蛋糕面糊沾黏，就代表它已经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蛋糕给倒扣，然后放凉。放凉之后，我们把蛋糕给脱下来。我会准备一个这种的塑胶刀子，沿着边缘划过一遍。
是非常有弹性的，这样用力压下去会再慢慢弹回来。试吃一小块，摸起来非常的柔软。我之前还有试过其他的配方，刚烤好的时候会有点像发糕。那这个配方的话，可能因为米粉的含量再稍微少一点，所以完全没有发糕那种口感。但是现在吃起来还是稍微干一点。我这边的话会把它放到冰箱冷藏1个晚上再吃，会有那种比较湿润的感觉。那么我们就把它送进冰箱，明天再来试试看看。戚风蛋糕已经冰过1个晚上了，来看一下它的弹性，还是一压就会回弹。冰过之后感觉会变得比较湿润一点，我觉得会比刚烤好的时候更好吃。米的那种比较 Q 的感觉也会比较没那么重。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这一个戚风蛋糕模来做蛋糕，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。这个配方的话还蛮容易操作的，而且也不太会有坍缩的情况发生，非常适合新手第一次尝试做戚风蛋糕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